喂，记得买一壶笑红尘，在梅树底下，等我回来一块儿喝，一定赢你。看乾坤家国阵，穹顶的星辰，在记忆里相认，融化了冰冷。咏春针的赤诚，多少种情人，温酒对饮几分，一梦度余生。万里山海一程，我为你投身，守在每个夜深，为你长着灯。闲愁漫长余生，又怎会脱身？爱似雪落无声，又席卷失魂。万里山海一程，我为你投身，守在每个夜深，为你长着灯。闲竹漫长余生，又怎会脱身？只要你辨认每一次的我们。教王，伤势如何？说实话。此次走火入魔，伤及您的五脏六腑，连经脉也有多处受损。属下已替您排除淤血，但是连你的沐春风之术都无能为力。是属下无能。风，这不怪你。如果连你的沐春风都束手无策，那就只能去药师谷请那位神医了。但眼下您的身体不便颠簸劳碌，否则只会加重伤情。我去不了，把他请来便是。风，你是我最信任的孩子了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他带回宫中，对吗？属下领命。教王，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此行必须谨慎，需在1个月内赶紧回来服下那冰蚕毒的解药，不然我会心痛的。教王放心，属下定不负使命。还有，此次走火入魔非同小可，切不可让你和名利之外的人知道此事，明白了吗？走廊中值守的教徒已经被我处理了，但教王您久未露面，教中有的人已经蠢蠢欲动。刚好借此机会引蛇出洞，看看谁想让我死。去吧。妙水使，这是何意？原来是妙风使，月黑风高的，我还以为进了贼呢。还好我们妙风使没有事，不然我还真是难辞其咎啊。既如此，
就请妙水使快点让开。妙风使这是有何急事？天还没亮就要出发呀？本使行事，还需要向你汇报吗？自然无需。不过，我还是要多说一句：万一你撒了谎，欲对教王不利，我可是万万不能放你走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只要你敢再动一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。妙风使一向和善，我倒还真想看看你不客气起来是什么模样。妙风使怎么这么认真啊？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。不过也是，我们妙风使脸上常年带着笑意，就算你是真的笑了，恐怕我也察觉不到吧。看来常无觉这个老贼确实出事了。童公子，教王正在小憩，请稍等。哦，你回来了，进来吧。教王万寿，属下前去长白山，取了天池隐侠的性命，为教王报了昔年一箭之仇。不愧是我信任的童啊，从来没让我失望。你千里归来，刚好欣赏一下我新收的这对獒犬，可爱吗？这个东西，你可认得？这是日圣女乌玛。真是个愚蠢的女人呐！竟然想着要杀我，自不量力，是不是？属下只恨不能亲自为教王斩其头颅。金针还在，童，你只要臣服于我，便可享受这世上最好的东西。被看穿了吗？还是只是一个试探？常无觉实在深不可测。哎，咱们得亏没有先下手啊，要不乌马的下场就是咱俩的下场。那个死相比我长得都难看。教王闭关失败，走火入魔，又勉强才平定了日圣女那边的叛乱。此刻的他，必然大伤元气。狡猾的老狐狸，竟然为了不让我起疑，亲自召见了我。要是我知道的话，
他必被斩于我的力血剑下。可惜，我被他的虚张声势给镇住了。妙水那臭娘们也不知道给你传个消息，错失了这么好的机会。无妨，常无觉走火入魔，妙风被派了出去，名利也不在宫中。就算他把所有教徒都召集回来，这一时半刻也都回不来。我们得抓紧时间动手。兄弟啊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要是这次杀不了他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杀得了教王老儿了。妙风现在应该早已到药师谷，不知道他请不请得到薛子夜。但是，我们得在他赶回来前动手。我不敢确定他会不会知道龙血珠的消息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事情就失败了。老子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女人就给他夯死，你留着她干嘛呀？你真要学医啊？还是你就喜欢头发长的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你说你哪条筋搭错了？你说你妙火，高兴就好。我会从修罗场挑一些心腹出来对付妙风。妙风武力高强，他们不会是他的对手，但是能够顺利帮我们绊住妙风。我们抓紧时间，尽快动手。那什么时候动手啊？常无觉为掩盖他的病情，他必定会按照习惯去元一殿听取汇报。我们在那个时间动手。我会先回修罗场的暗界冥想静坐，凝聚瞳术。时机未到，先不要动手。好，这几天啊，你就别睁眼了，我去通知妙水。一定把握这次机会。有我们，放心。来。阁下曲中似有相邀之意。这曲调与那执黑子之人歧路同出一路，温暖和煦，让人如沐春风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便是那一直与我未曾谋面的下棋之人。我已在此等候薛谷主多时。你我一向随性而来，等我做什么？告别。今日或许是我与薛谷主作为棋友身份最后一次对弈了。身在江湖，怕是身不由己。那今日便把这盘棋下完吧。薛谷主不好奇为何是最后一次吗？你我以棋相交，谈棋论法，自当辨个分明。若是个人私事，无需追根问底。况且，棋总有下完的那一日。人的聚散，又怎会永远不变呢？薛谷主赢了。你可是有什么心事？往日与你对弈，你棋路一向春风化雨，徐徐图之，温和极有耐性，从不冒进，但也绝不放弃，总能找到转圜之法。
但今日这盘棋如何？这黑子本是胜券在握，却有向死之意。先几步有一些操之过急，而最后的几步，你本有回转余地，却仿佛并未察觉，自己放弃了。总不该是最后一局棋，有心让我的吧？的确，是输给薛国主了。这场对弈原本可以更精彩些。既然眼下胜负已分，那便就此别过吧。薛国主，希望有朝一日，你我还能如此对弈。谁把相思命中牵，便换来世离别。梅花落眉间，人面似初见。怎么晚来天有雨雪？红炉暖绿一帘若长卷，杯墨写人间卷，独长烟。自去经年，念君如明月。遥望不言无眠。红炉暖绿一帘若长卷，杯墨写人间卷，独张烟。自去经年，念君如明月。遥望不言国主无眠。谁把相思命中牵？不求君知心悦。霍七公子南下扬州，至少要1个月才能回来。这谷口外面的风雪太大了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执手一程月。吃撑了，出来走走。太冷了，回吧。了夙愿。好。
小红，哎，来了。来，好。公子找谁？晚辈顶剑阁七剑霍斩白，见过廖前辈。霍七，你来所谓何事？前辈或许不记得了，晚辈与您有过一面之缘。前2年在瓜州集市，你曾为一个孩子把过脉，我是那个孩子的师叔。想起来了，那位重病的孩童。是。晚辈今日前来，是令徒托我传信于您。这么多年，终于还是来了。进来吧。你是从药师谷来的？没错。子夜如今身体可好？不大好，他身上的寒疾越发严重了。终究还是到了这个地步。坐吧。是我这个做师傅的不好。子夜才18岁，我就把药师谷丢给他，这些年，他真是辛苦了。这簪子，是我离开药师谷的时候留给子夜的信物。那丫头，向来聪明好强，我还以为她如今的医术已经天下无双，再无敌手了。谁想到还是要动用这个信物。该不会那个丫头还不死心，非要我帮她复活雪怀吧？我一早就跟她说了，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。应当不是雪怀，而是我方才提到的那个孩子。原来如此。这个药方虽然救不了墨儿的病，但却也算能救3个人的性命。看来这药方的药效，的确对墨儿起效甚微啊。何止是起效甚微，最早他开给你的5味药材之方，其实是无用的。无用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些药材怎么都没用上呢？龙血珠去哪了？这几味药虽然都是绝世奇药，但是药性极强，又各不相容，根本不可能相辅相成配成一副药。你说什么？他从一开始就在骗我。子夜他并没有骗你。可我用了8年的时间啊！我用了8年的时间呢。这8年我出生入死，拼尽全力，就是为了这个东西。怎么这个药方是无用的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子夜在信上细细说了，古籍上虽有记载这个药方，但他施药得知对墨儿的病症并无益处。墨儿能活到现在，子夜必定是耗费了心血，就连眼前，他还在为墨儿筹划。你带来的这几味药，我会将它们分开来入药，设法延长墨儿的性命。我想，
这也是子夜让你带着他来找我的原因吧？可是我有整整8年，8年。他本该一早就告诉你，墨儿终将会死去。可是如果他说了，你还有墨儿的母亲，又将如何面对？子夜一定非常懂你，所以他无法对你说出真相。你同他相识8年，你可知他心中所知？查出当年魔家村灭村真相，唤醒冰夏的那个人。你们很像，心中都有执念，都在去寻求一个渺茫的希望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留给他唯一的信物。我曾经跟他讲过，若遇到过不去的难关，可以带着这个来找我，我定会竭尽全力帮他。我原本以为他会拿着簪子，让我去复活冰夏的雪怀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然用这个去救一个毫不相干的孩子。从今天开始，徐墨的病症转为由我来负责。子夜竭尽全力地帮你救墨儿，我想这是他对你们唯一能做的了。我知道你一时之间还无法接受，你好好想想。墨儿的病已无力回天。我已经找到了一张古方，可以治好墨儿的病，只有你醒来才可以救他。霍展白，就一尊惊红尘，风雪夜叩门，叹世间爱与恨，掌心不留痕，人一生一如说真的，再受重伤就别回来了，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。从缤纷到冰冷，不过一回身。看乾坤，假或真，穹顶的星辰，在记忆里相认，融化了冰冷。用纯真的赤诚。多少种情人，仍旧对应几分一梦度余生。万里山海一程，我为你投身，守在每个夜深，为你长着灯。这是木耳的药。怎么？还舍不得？其实，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在尽力维持木耳的命，已经足够了。霍长白，你个大傻瓜！对不起。
前辈，其实之前在瓜州集市见到你，看到你腰间的玉佩，我便猜测出你就是药师谷的前任谷主。当时你说莫儿的病如何棘手，从那之后，我每次回想起薛谷主对我的欲言又止，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了猜想。你可怪他。就像你说的，是他开了这个不可能的药方，他救了我，救了莫尔母子的命。这些年，他一直拼尽全力让我活下来，让莫尔活下来，所以他一直隐瞒真相，就是怕我失去希望。当年我跟他说过，执念如拐，如果没有拐杖，是走不出风雪的。他知道，只要有一分希望，我就会为这份希望拼尽全力。我怎会怪他呢？他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去尽力，免得心怀愧疚。听你所言，你之前既已经猜测药方可能无效，为何不去求证？不管药效如何，都不会阻止我去寻药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去问呢？不管如何，我都会竭尽全力救莫儿。你放心，对于徐墨，我自会竭尽全力。等我相公回来，同他商议一下，我们即刻出发。我去收拾一下。我一心想要劝他放下，自己却想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子夜，其实你可以早一些让我知道的，你何必自己承受这么多的自责跟煎熬呢？夫人，有客人来啊！老七，老七，五哥，你怎么会来此？我正要告诉你，我相公是你五哥，方才还以为是鼎剑阁有要务唤他回去，故而没有表明身份。无妨，老七不在意这些。老七，你怎么会来此啊？此事说来话长。霍希带着子夜的亲笔信来找我，需要我去瓜州救一个人，此人情况危急，明日一早便要出发。何人能请得动我夫人？六哥的孩子，墨儿。老六的孩子？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先别叙旧了，阿宝又尿了。相公，快，我们去给他换一下。来了来了，老七，你先坐会儿啊。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又跑去喝酒了吧？没有啊。好了好了，宝。没事没事。谷主，谷口有个人说要来见您。见我？来人可有回天令？有，不仅有，而且有好多。什么意思？他有9枚回天令。
阁下是要看诊？这不是谷主的棋友？昆仑山元一宫妙风使，奉命来药师谷向薛谷主求医。你竟是元一宫的人！在下听闻薛谷主性喜清幽，并以此为凭方可看诊。故而在下跟随先前出去发放回天令的双红姑娘，将这些回天令都收了来。怪不得说以棋友身份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敢问妙风使，有9位病人要医治？病人只有1位，只是在下生怕谷主不肯答应救治，或是被别人得了，妨碍到谷主替在下看诊，便干脆多收了几位，反正也是顺手。究竟是何人要看诊？是本宫教王大人。教王大人日前闭关修炼之时，身体突感不适，经过连日休养，仍未痊愈。听闻药师谷医术冠绝天下，便命在下不远千里前来求医，望薛谷主前往元一宫出诊。抱歉，药师谷从未有出诊一说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行吗？听闻薛谷主诊金高昂，10万就1人。教王特意命属下带了些微薄物来此，愿以10倍诊金求诊。我身体抱恙，不便出谷。出诊一事恕难从命，妙风使还是请回吧。在下来之前也曾听说过，谷主不便出谷，是因身有寒疾，怯于谷外风雪，是也不是？若是如此，妙风可为谷主驱除体内寒疾。如此说来，妙风使的医术竟比本谷主还要厉害。谷主医称国手，不知可曾听说过沐春风？阁下还是先担心自己吧，发色发蓝，是中冰蚕寒毒已深。在下的确自幼被赐冰蚕之毒，为抗寒毒，历经20年，终于将圣火令上的秘术练成。血竟然化了。谷主医术绝伦，但比起内功，真药亦有不能及之处。不知妙风是否有幸为谷主驱寒？生死有命，医者不自医，自古有之。我薛子夜又岂是贪生怕死、受人要挟之辈？薛谷主，你若执意不肯，怎么，凶相毕露了吗？看来元一宫做事也不过如此嘛。妙风使，你应该知道，若医者不是心甘情愿，病人是永远不会好的。我不怕死，你威胁不了我。就算我跟你前往医治，你又不懂医术，如何能辨别我开出的方子是否正确？只要我稍微将方子里的成分增减一下，做个不按君臣的方子出来，只怕你们的教王会死得更快。此中利害，在下自然明白。
所以在下绝无意出手冒犯。若薛谷主执意不肯，妙风既然无法回昆仑复命，也只能自相于此了。住手！薛谷主，你既然救我，是不是答应出阵了？真是个疯子！看来你们教王的命令是死都不能违逆。派他入宫。